破地长枪，脸上鹤发，宋墨。他是众人口中的大魔头，所到之处哀鸿遍野，可却在一个夜黑风高之夜，救下了窦昭和一个小孩。再哭，就把你送给大魔头宋墨，他专治小孩。我还哭。殊不知，就因为这一次相遇，也将改变窦昭的一生。至于窦昭是谁，她本是景宁侯夫人，却亲眼目睹自己丈夫出轨同父异母的妹妹。原本窦昭打算忍气吞声，却不想无意中听到母亲死亡的真相，而两人更是想让她去死。正是因为娘与父亲的情事，才害死了他母亲。母亲竟是因他而死。我殚精竭虑打理侯府，到头来竟是为仇人铺了路。一气之下，窦昭烧掉了他们的衣裳，更是宣布休夫。然而就在窦昭前往报官之时，发现官府已经停摆，不得已他只能出城，打算返回乡下报官。可阴差阳错中却遇上了宋墨。宋墨本是定国军少帅，此次带兵杀回京城，是要为昔日盟约的定国公昭许，更是逼死了当今的太子。可也在这一刻，他发现自己的仇可能报错了。恭喜少帅，大帅的血仇已报了一半。他说我报错了仇。已经杀红了眼的宋墨带兵直入宫中，却遇上了太监的阻拦。然而宋墨并没有硬闯，而是选择等待，因为此刻庆王正在宫中与皇帝对话。伴随着宋墨一声令下，一众将士退守城外。那就等他当了皇帝再来找我。全军听令，战！移兵成交，等候圣意。是。在命运的安排下，急行出城的窦昭，为了避让一个小孩险些翻车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宋墨出手救下了他们。也从这一刻开始，窦昭的命运被彻底改变。就在现场，小孩走后，一个和尚却突然出现，那种脱俗的气息也让现场的气氛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。但少造杀孽为念，身子变成这样，路途还颠簸受冻，不必还乡，可以还天了。就这样，一行人等返回了寺庙，殊不知他们的行踪已被草地后面的探子看到，于是次日便被官兵围堵。为了掩护窦昭一行人等离开，宋墨带兵进行抵抗，却不想还是被追到了山洞之中。当宋墨赶到之时，除了窦昭，所有人都已倒下，包括和尚。临死前，和尚交给他们一本书，让他们从幻境中逃走，去寻找未知的因果。在经过一连串支离破碎的回忆之后，窦昭重生了，而叫醒他的小男孩名叫圆通，正是刚刚救下他的和尚。似乎一切就像一场梦，窦昭睡了很久很久。当梦醒之时，他带着全部的记忆回到了15年前的窦家。还没等窦昭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妥娘和母亲迎面走了过来，心疼问他怎么受伤了。看到自己的亲人都在，窦昭激动地抱着母亲和妥娘，他发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庄周梦蝶，蝶梦庄周，一场梦而已。你呀，是看画本，把人看进去了，壮着脑袋做的痴梦。既是戏，你是你。昭示录。巾帼不让须眉。书中自有颜如玉。哎，我说，要不你们俩回家争斗去，免得在这儿争来争去的，是不是？回去吧。重生后的宋墨和窦昭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对于前世的救命恩人，窦昭只记得宋墨最后的模样。翻开了《昭示录》，里面记录每个人的命运。而他的母亲就是在父亲高中后一病不起，离世之后，父亲娶了后妈王映雪。知晓这一切的窦昭决定逆天改命，他绝对不会让悲剧再次重演。如今我握着它，预判了结局，自然可以改变结局。或许是因为挡了那一剑，重生后的宋墨什么也想不起来，只是隐约发觉自己像是做了很长的梦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都说前世的500次回眸，才能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。也刚好在这一天，宋墨离开了寺庙，却在通道之中遇上了窦昭，两人都感觉很熟悉，可却又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在这之后，宋墨投身进入了舅舅的军营，成为了一名娃娃兵。可也正因为他那股不服输的劲，在军队中屡立奇功，平定了四方海域的倭寇，深得舅舅的赏识。很快，他也成为了定国军的少帅。相比宋墨，窦昭的童年可没有那么好过。这一年，他父亲中了进士，原本一切安好，未来可期。可因为一个女人的出现，一切都改变了。女人名叫王映雪，按照窦昭的记忆，将来王映雪会成为他的后妈，而王映雪生下的女儿会出轨她的老公。对于前世的厄运，窦昭可不想再次重演。为了阻拦王映雪嫁入窦家，窦昭故意装着什么都不知道，让舅舅撵走这个破坏别人婚姻的女人。婆娘，请这位大姐姐先出去，我想和爹娘说会儿话。我不走，你们放开我，我不走。可窦昭还是嫩了点。王映雪既已咬定要进窦家，就已做好了精心的准备。第一招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而第二招就是她已怀上了窦父的孩子。更有甚者，以木兰花引发哮喘影响胎儿为由，让窦父派人将花打掉。要想木兰花可是窦昭母亲最喜欢的花，也是他和窦父的定情花，只要花在，就会让他想起两人曾经的甜蜜。我此生只爱你一人。轻点儿，别把枝丫打坏了，明年还要开花呢。伴随着木兰花被尽数打掉，窦昭妈妈最后一丝的希望也没有。就在这天中午，窦府便传来了古秋已死的消息。为了不让家丑外扬，窦昭的大伯封锁了消息，对外宣称古秋是病死的，更是打算巴结刚刚复了官位的王家，甚至在灵堂之上还筹谋着让王映雪成为窦父的正妻。因为这样，不仅仕途，就连窦家的子嗣问题都有着落了。我王家的女儿，宁可一世不婚，也绝不做妾。对于母亲的死，窦昭很是难过，可他知道光靠哭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好人永远都被欺负，而坏人总是在逍遥。重生后的窦昭亲眼目睹后妈所做的一切。就在母亲去世后的几天里，王映雪不仅霸占了母亲留下的嫁妆，还计划给她下慢性毒药。于是窦昭先发制人，故意加大了点心中的麻黄，以此坐实王映雪的阴谋。因为窦府连连出事，祖母崔氏也赶了回来。话说崔氏的权势很大，乃是当朝建国功臣，就连王家也不得不服软。最终，王映雪不仅要赔付窦昭母亲的嫁妆费，更是3年内不得嫁入窦府。为他娘守孝3年，不进窦家。不妥呀，母亲。自去幼民观，清修3年，悔罪养性，别让业障落在孩子身上。在祖母的协调下，事情就此告一段落。在这之后，窦昭跟随祖母回到了田庄，这里是祖母生活的地方。在田庄的日子里，窦昭不仅见到从未见过的东西，还结识了2个好姐妹，也就是他的表妹和表姐。也在这样一个环境下，窦昭很快长成了大姑娘。因为能够预知未来，窦昭也在这些年中赚得盆满钵满。另外一边，宋墨也在一场场胜仗下晋升为骠骑大将军，深受沿海一带人们的爱戴。就这样，似乎宋墨和窦昭的生活都已恢复了平静。可命运早已注定，伴随着王映雪陪嫁丫鬟的到来，窦昭也即将返回窦府，而宋墨也从边关回到了京城的家。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宋墨的经是永远都得不到父亲的认可，而窦昭的经却是婚嫁之事。就在窦府之中，一场官2代的相亲大会开始了，其中来头最大的是乌公子。可对于婚嫁之事，窦昭已经不想结婚了。前半生他之所以如此努力赚钱，就是不想再依靠男人。可后妈王映雪的算盘早已经打好，他一心只想让自己的女儿窦明嫁给乌公子。就这样，一场不被看好的相亲也在表姐和窦昭的摊牌下，现场的气氛燃到了极点。见几位官2代完全不给表姐颜面，窦昭当场走到南席，更是轮番泼了一圈水，霎时间现场一片哗然。可唯独乌公子喜欢窦昭的做事风格，我倒觉得并无什么不妥啊。小女言行粗鄙，不配与诸君同席，这就下去思过。就这样，窦昭一个人来到了夜市之中，看着繁华的街道，刚刚的不悦早已散去。为了不让熟人碰到，窦昭戴上了购买的面具。也在这一刻，他的对面却站着宋墨。因为此次返回京城不宜暴露，所以他也戴着面具。也在命运的安排下，两人在戏院中有了此生的第一次邂逅。虽然隔着面具，窦昭隐约读懂了宋墨的心。也在现场的竞答中，两人一唱一和，俨然就成了现场的焦点。最终，窦昭以略微的优势赢
赢下比赛，奖品则是一个12孝道的花灯。面具这种半息之人，他竟如此通透敏锐。就在窦昭离开后，宋墨发现身上竟然多了一个香囊球，这才想起可能是刚刚转身时候挂上的。可因为时间的缘故，他也只能祈祷将来再见之时再相还。另外一边，窦昭在回府的路上却突然遭人绑架。你这是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当然是要好好疼疼妹妹呀！姑娘饶命啊！我们也是拿钱办事。我在家宴上看见你和王映雪对眼神，我就知道这宴席一定另有所图。独行的窦昭在半路遇上了匪徒，好在他早有准备，这才躲过一劫。就在窦昭想要报官之时，却被飞身而下的袁通拦住，更是直接放走了歹人。原来袁通正是重生前的和尚，虽然周围的人都不认识袁通，可窦昭知道袁通也是他的救命恩人之一，带着不解几人返回了窦府。殊不知刚刚的匪徒竟然是王映雪的侄子，而这一切正是王映雪指使的。如今人赃并获，王映雪依旧在狡辩，直到庞坤白交代了一切，他这才有所收敛。为了答谢袁通，窦昭亲自下厨为袁通做好吃的，这也让表姐妹们很是好奇。在他们眼中，袁通分明就是一个初次结识的陌生人。对此，窦昭只是笑笑，因为他知道袁通就是季勇，正是交给他招仕路之人。身子病成这样，不必还乡，可以还天了。快走，胸中藏疾，互为因果，天机靠你们改变了。在田庄的这段时间里，袁通不仅替老夫人治好了淤血之症，更是给窦昭上了一课。有一天，袁通问窦昭他对人生的看法，窦昭觉得人终究要有一死，不如就活在当下。最后，窦昭主动提出要和袁通学习医术，两人也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每天都在研究鸡鸭的解剖之术，甚至还时常去乱葬岗拿尸体练习。袁通甚至还亲自作为志愿者让窦昭试针。在袁通的悉心教学下，窦昭的医术也得以突飞猛进。崔老夫人看着袁通和窦昭日夜在一起，心中很是安慰，但她也知道他们两人是不可能开花结果的。一个没心，一个没肺，是挺搭配，只可惜开不了花，结不了果呀。伴随着窦昭学有所成，袁通也打算离开了，他要出发去科考，发誓要励精图治，成为人上人，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，同时铲除那些不干人事的贪官污吏。看着袁通远去的背影，窦昭既为他高兴，也为他担忧。他不明白为何如此才华出众的袁通，将来会成为和尚，可为何梦中的他又会削发为僧？阿弥陀佛。恰逢这一年水涝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宋墨带人抄了各处贪官污吏的家，从中搜出金银财宝，用以救灾。就在发放救灾物资的途中，宋墨为救一个女孩被马车上掉落的木箱砸中，险些去见了阎王。也在那一刻，窦昭的胸口忽然一阵剧痛，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两人之间早已心心相通。昏迷中，宋墨做了一个梦，梦见那个戴着面具的女孩，女孩鼓励他勇敢地活下去。当宋墨醒来之时，被告知他一直昏迷不醒，严将军无意间点了香囊球中的香薰，他这才醒过来。万幸，大帅见到此物，将其点燃，没想到真有奇效。他救了我一命。当晚，窦昭也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宋墨。当他从梦中醒来之时，素心却告诉他府上来了一伙人，明面上说是富商，因为下雨才进来借宿，可从他们的装着来看，恐怕来者不善。没用的，军中渐怒，百步内无人可逃。宋墨和窦昭本是两个一起重生之人，却在命运的捉弄下走到了对立面。为保住定国公的孩子，宋墨打算将田庄的人全部灭口。好在窦昭急中生智，这才免去了一场屠杀。故事回到1个月前，身在福亭军营的舅舅突然收到了皇上的指令，要求即刻返回京城。虽然大伙都觉得事出有蹊跷，可皇命却又不得不从。在这之后，宋墨很快得知了定国公府被锦衣卫包围之事。为了一探究竟，他趁着雨夜带上一支小队回到城中，奈何为时已晚，定国公早已被捕入狱，更是累及家人。为了保住舅舅的独子，宋墨带人连夜将婴儿接走，打算送往谭庄。恰巧途经田庄之时，天降大雨，原本一行人等只是打算暂避一晚，未想进门之时却遇见了昔日的仇人，也就是陈波。话说陈波乃是福亭县官的师爷，先前福亭县官因为不抵抗倭寇而被定国公斩首，没想到他的师爷竟然藏匿于此。
得知身份已经暴露，为了保住孩子的安全，宋墨还是决定涂妆。不就我有这意思，就我跟前，我一力守护他平安，来世造天界还是下地狱，我担着。此时的主屋之中，窦昭快速地回忆着昭示录记载的内容。原来这一年定国公出事，他的幼儿雨夜出逃，掐指一算，窦昭笃定宋墨一行人等为了保住孩子可能会涂妆，于是他带人先行找了上来。未想就在廊道之中被宋墨拦住。此时的屋子四下全是拿着弓弩的杀手，现场的气氛燃到了极点。只要宋墨一吹哨，田庄也将无一生还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窦昭用起了读心术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保住孩子的安全，一切就还有的谈。奈何疑心重重的宋墨又怎会相信他说的？更是一个飞身将刀架在了窦昭的脖子上。谅你一人难除此谋患，受谁指使？说出来，我留你全尸。就在宋墨轻敌之时，对面的亭楼之上，素心已将定国公独子和乳母劫持。见事已至此，宋墨甚至想过同归于尽，可在窦昭的劝说下，双方还是坐到了一起，有了坐下谈判的机会。窦昭开始亮出了真本事，毕竟也是带着记忆重生的。窦昭开始说服宋墨用逆向思维去救定国公。在这之后，谭庄庄主带人来到了田庄，请求宋墨放过田庄。庄庄见事情也让宋墨发觉窦昭可能是好人，可毕竟双方不熟悉，在送小孩去田庄之时，他们还是扣留了师爷。也在这一段时间里，窦昭的身边又发生了3件大事。先是袁通中了第1甲进士，被派去府厅当官；再是窦昭的武伯在朝堂之上站到了定国公的对立面；3是窦昭和宋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不是每个人都要下蛋。看着宋墨和小女孩讨论狗尾巴草，那个温暖的少年似乎与昨夜冰冷的将军判若两人。也在这一刻，双方达成了短暂的结盟。一方面宋墨要求带走陈师爷，另一方面窦昭也留下了严将军。在舅舅的独子送达谭庄之后，宋墨便匆匆赶回宫中。如今朝堂之上，唯有乌阁老还在竭尽全力帮他。与之相反的，窦氏叔却成了他们最大的敌人，也就是窦昭的武伯。为了杀鸡儆猴，乌阁老故意让他放假回家反省。窦大人，不如回家休沐歇养几天。为了能尽快回去上班，窦氏叔想破了脑袋，不仅四处送礼拉关系，还打算用窦家2个女儿的婚姻来稳固自己的地位。就这样，窦昭莫名其妙的又被牵扯其中。对于这次相亲，窦昭被安排与济宁府的魏廷瑜相见，也就是她重生前的丈夫；而妹妹窦明则被安排与乌善相亲，也就是乌阁老的长孙。伴随着相亲大会的开始，为了让乌善看上自己的女儿，王映雪可谓是费尽了心思。同时得知魏廷瑜是个好色之徒，更是打算将窦昭往火坑里推。奈何这场相亲却阴差阳错的让窦明和魏廷瑜互生好感，而乌公子也更加倾慕于窦昭。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，王映雪不得已开始了 B 计划，打算通过锦囊引诱彩蝶袭击魏廷瑜，从而逼迫窦昭嫁给他。未想他的阴谋最终还是落空。若是能交换一下，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因为互换了锦囊，原本应该魏廷瑜遭的罪却落到了乌公子身上，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误会。因为乌公子本身有哮喘，加上受到蝴蝶的刺激，当场发作，将要一命呜呼。为了抢救乌公子，窦昭不顾男女之别，当众进行宽衣救治。也恰巧在这时，宋墨带着几箱粽子上门兴师问罪来了。原来这是窦氏叔给乌阁老送的礼。话说宋墨与乌公子也算是多年的好友，如今兄弟在仇人府上出事，这不免让他怀疑有人故意加害乌公子。霎时间，现场气氛变得十分紧张起来。请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可以救他。所有人背过身去，谁敢看一眼，也是不要眼珠子了。在宋墨的保护下，窦昭开始为乌公子施针。可今日宋墨私闯入窦府，也让现场的府尹大人和窦氏叔很是恼怒。现场可谓是箭在弦上，一触即发。好在这时崔老太太来到，这才将火压了下去。伴随着乌公子淤血的吐出，刚刚命人去请的太夫也已来到，而太夫的话也证明了窦昭是对的。多亏小姐及时施针，将淤血逼出，不然的话人会被憋死的。对于窦昭的救命之恩，乌公子感恩涕零，可宋墨却看出了端倪，随即拿过锦囊就与窦昭对峙。这是什么？刚才我不顾礼教救下人命，当知我没必要隐瞒什么。你在撒谎，你欠我一个解释。
猜到了背后的阴谋，窦昭第一时间找上了王映雪，未想收到的却是一顿嘲讽。你就是嫁给魏廷瑜的命。万幸宋墨是行武出身，不懂这后宅弯弯绕绕的手段，否则今日就是府上的大祸。对于后妈的伎俩，窦昭只想劝她收手，不要再做这种危及窦家的举动。可王映雪压根没把她放眼里，不得已，窦昭前往大厅向父亲和武伯求情，希望他们能退掉这场婚约。奈何窦氏叔却以叛经离道为由抽了窦昭一巴掌。是混战，你做出那些伤风败俗的事情，还没有与你理论，你不要脸，窦家还要脸呐！对于窦氏叔打自己女儿的做法，窦父虽有不服，却也不敢言，这也让窦昭对父亲彻底的失望。就在窦氏叔咄咄逼人之际，崔老太回到了。对于自己这两个不孝的儿子，他也没给两人好脸色，当场训斥了一顿，便打算将窦昭带走。未想不仅窦氏叔挖出就是恶语伤他，王映雪更是出来火上浇盐，故意拿表彰之事来激怒对方，惹得老太太气得差点吐血。气不过的祖孙两人扭头就要离开，可王映雪依旧不依不饶，更是跟在后面风言风语。也在这一刻，窦昭停了下来，更是强硬地对了回去：祖母是我至亲至重之人，你若再敢算计，我定让你心碎100倍。也在这天晚上，崔老太跟窦昭聊了许久。原本她是崔氏嫡女，自从嫁给窦昭的爷爷之后，就没过上几天好日子。窦昭爷爷是个花心大萝卜，想要侵犯他的陪嫁丫鬟妥娘。崔老太为救妥娘用瓶子砸伤丈夫，也因为这事，她被冠以伤夫之名。好在有娘家崔氏撑腰，才免受挨打。打那以后，她被送到了田庄，连自己2个儿子也不能相认。回想自己的悲惨遭遇，她不想让窦昭重走自己的老路，更是发誓只要他还在，就不会让窦昭受委屈。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窦昭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色彩。在表姐妹的陪伴下，他似乎都快忘了之前的不愉快。直到有一天，乌公子再次出现，表姐妹似乎也料到了什么，故意拿起窦昭的鞋子离开，让光脚的窦昭和乌公子相会。端午时，小姐为了救我，解了我的衣衫。自小姐洒脱豁达，可我身为男子，怎能坐视小姐名节受损？德珍理应负责。对于乌公子的表白，窦昭还是委婉地拒绝了。在他眼中，婚姻是个累赘，这辈子他只想一个人自由自在地活着。为了解开窦昭心里的顾忌，乌公子更是光脚陪着一起玩水，意在表明他并非顽固不灵。可即便如此，依旧无法改变窦昭的想法。临走前，乌公子送给窦昭一个盒子，就算不能长相厮守，他也希望窦昭能留下这个礼物。此时的京城之中，宋墨回到了自己家里，也将窦府之事告诉了母亲。他们担心的是，窦昭和窦氏叔如果站到统一战线，那将会不堪设想。窦氏叔伪善贪权，窦昭聪慧善谋，若他俩同心，那我们麻烦变大了。在这之后不久，京城传来了定国公即将回到的消息。一想到舅舅回来，宋墨就很高兴。可当他来到码头之时，却傻眼了，因为轿子是空的，而船舱之中，曾经那个陪伴了他10多年的舅舅，竟然在回到京城之前被人下了死手。王密是让你们将定国公安然送至京城，还是带着使者回来？将军，万不可如此揣测圣意。此刻，公公口中的圣意，在宋墨看来却是仇恨无比。他不明白为何皇上要这么做。看着舅舅手中的遗物，那是他与皇上年轻时的约定，可如今却成了舅舅的夺命符。想到这里，宋墨再也不想忍了。在拿过戒尺之后，便劫持了公公。就这样，宋墨挟持人质硬闯庙宇。此时皇上正和万皇后在祭拜祷告。对于定国公之死，皇上都还未知。面对于突降的噩耗，他甚至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。谁害的美孙，一个都不能放过！陛下，陛下！伴随着皇上的昏厥，宋墨也被冠以谋逆之名押入大牢。霎时间，定国军风雨飘摇。得知宋墨入狱的消息，各方的态度全然不同。宋府担心的是连累宋家，而宋母也因为过度担心儿子病情加重。此时的田庄之中，严将军因先前与窦昭事业互换，仍在田庄府中，担心世子出意外。几人打算硬闯救人，却被窦昭拦住。按照推断，如今皇上已经苏醒，既没杀掉宋墨，说明还有回旋之地。也在窦昭的劝说下，严将军答应再等3日。此时的大牢之中，宋墨正被刑讯逼供，公公只想让他服软认个错，可宋墨宁死不屈。就在公公打算再次施行之时，宁伯侯公子来到，更是递上了保昭公公的信件，这才捡回了宋墨半条命。
大理寺刚批的文书，大理寺要我入狱，我也没办法。也正因为有了上司的信件，这才将两人支走。话说，自打宋墨入狱之后，朝中各部大臣纷纷避之不及，生怕牵连其中。唯独窦昭想尽办法，这才搞到了信件。然而很快3日便过去，宋墨依旧没得放出来，这也让严将军和陆家两兄弟再也坐不住，打算今日就召集定国军一众兄弟进去救人。见无法说服几人，不得已窦昭只能来阴的。赵，你这是何意？拔了，不讲废话了，关进梅屋去。你窦昭！就在严将军被关进梅屋的第2天，皇上恢复了上朝，第一个召见的就是窦世书，因为他知道宋墨与乌阁老的关系，所以故意避开了。最终，皇上还是采用了窦世书的建议，并且全权交给他打理，也就是既要警示宋墨，又不能斩尽杀绝。一句话就是找个替罪羊，让皇帝下台。至于定国公之死，虽然不是皇上所为，但皇上没有追查下去，可想而知，定是他身边之人。伴随着圣旨的到来，宋墨和宁伯侯得以放出，而窦世书也带人前往福亭，以谋逆之名查封了定国军。就在京城的监狱外，宋墨再次见到了窦昭。经过了这一次遭遇，两人之间的猜疑也已消除，更多的是惺惺相惜的感激。多谢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劳烦世子再说一次。他说他要跟你成亲。我此番入狱，那是苦肉计，赌的就是陛下对定国公有愧，便会对蒋氏一族从轻发落。在见过窦昭和一众弟兄之后，宋墨返回了家。此时弟弟早已在门外等候许久。话说在宋家，宋墨除了不受父亲待见，弟弟和母亲对他可是百般的亲切。见宋墨回到，宋府先是一顿臭骂，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也在与母亲的对话中，宋墨得知了乌公子之事。乌阁老为了稳固家族的地位，打算让乌公子与梁府的6小姐结婚。可乌公子一心只喜欢窦昭，为此他不惜断食进行抵抗。因为先前就有病在身，如今更是病入膏肓。在这之后，宋墨请来了李太医，打算带去帮乌公子看病。未想却在半路，李太医被人调了包，再次出现之时已进了乌府。原来窦昭从昭示录中得知，乌阁老今年将会告老还乡，而自己的武伯即将加入内阁。为了改变这个局面，他冒充太医进了乌府。原本乌公子并不想就医，直到看到之前自己送出去的盒子，他这才明白过来。我并不是想以此病胁迫4小姐，可我有婚娶一事，我却做不到只论对不对，而不想怨不怨。对于乌公子的诉说，窦昭没有去反驳，只是告诉他，自由是靠自己争取的，只有自己足够强大，乌阁老也就不用靠着联姻去稳固乌家的地位。窦昭的话如同久旱逢甘霖，瞬间点醒了乌公子，他打算此后发奋进取，与爷爷共度难关。就在窦昭即将离开乌府之际，乌阁老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随即叫停了下来。能否转过身来，让老朽瞧瞧啊？李太医。陆明适时的出现，也让窦昭得以全身而退。可对于此次私会乌公子之事，又不得不引起严将军等人怀疑。毕竟他们也只不过是几面之缘，在他们看来，窦昭明显是个八面玲珑之人，各方面都想讨好。可对于宋墨一行人等的怀疑，窦昭却不做解释，因为他知道，相信了他的人无需解释，不相信的人解释再多也没用。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宋墨四处追寻舅舅被害的真相。很快，他们找到当日船上的唯一幸存者。在一顿刑讯逼供之后，宋墨不仅查到了线索，还收获了一名中士，让云阳伯大陆送他回北镇抚司。是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人。另外一边，窦昭收到了表妹安素的求救，他们家的商船在福亭全数被扣，家人更是被冠以私通倭寇之名入狱。话说安素家的货运商船也有窦昭的股份。就这样，窦昭和安素瞒着祖母连夜赶往福亭。凑巧的是，宋墨追寻的线索恰好也在福亭。在这之后不久，两人也即将在福亭相遇。此时先行出发的窦昭和安素刚刚到达福亭，就被官兵认了出来，更是被冠以莫须有的名义入狱了。为了逼迫他们认罪，衙役私自动了刑。就在窦昭身陷险境之时，宋墨来到了。虽然他已没有了官职，可毕竟福亭是他的大本营，衙役也不得不给他面子。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怀疑，小两口子开始了他们的表演，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，能查得出来什么？那依世子看，该如何用刑呢？我乃都水清吏司主事季宇，我奉福亭布政使司的调令，来调查苗家商船案，提审窦昭与苗安素二人。
重生后的三人组第一次相聚，季勇如今是福亭的县官，为了救出窦昭和安素，不惜动用关系，更是假装中刀配合宋墨演戏，这才让丁谓放松了警惕。我听狱卒说宋世子要亲自审问，我就赌他不是个傻子。我哪里比得上季大人？走到哪里都能为家人舍生忘死。人还没走，快骂！宋墨无缘无故吃了一巴掌，本想恼怒，却又不得不配合演戏，直到丁谓真正离开，这才放松了下来。可看着季勇亲切地为窦昭擦药，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却又涌上了他的心头。素闻季大人聪慧过人，情感淡漠，如今看季大人为四小姐舍生忘死，可还真是情深意重。对于宋墨的挖苦，季勇全当没听见。对于他这样思想前卫的人，已经跳出了世俗的眼光。在一番相互调侃之后，三个人这才坐了下来，商讨起定国公被害于安素的事。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商船。既然官府口口声声说船有事情，可为何却又严防死守，不允许任何人靠近？于是他们打算混进船中，或许就能找到证据。就这样，三人开始分头行动，先由季勇灌醉掌事拿到船只的通行文书，再由宋墨和窦昭假扮情侣登船。为了将情侣的身份演得更像，两人上演了一出古装版的泰坦尼克号经典。真夫妻自然要相敬如宾，可相好就不一样了，要时刻搂着眯着，这眼睛啊一刻都不能离开对方。半夜当值就够苦了，还让我一个没媳妇的看这个。你们冷了倒是可以抱抱了，我呢？在一段逼真的虐狗之戏过后，两人开始进入了船舱。也在船舱里面，他们发现了带血的刀具。从刀口的形状看，这就是定国公案所用的刀具。可未等两人回过神，船上却来了一大批护卫。就在逃跑的一瞬间，宋墨透过楼梯看到窦昭的眼神，仿佛眼前的窦昭就是他心心念念的面具女孩。在之后的打斗中，两人选择了跳河逃亡。窦昭没想到，重生前宋墨替他挡了一剑，如今重生了还是为他受伤。于是他不顾男女之别，亲手为宋墨包扎起来。像丁谓这样的小人物，不像是能害死定国公的人，这幕后主使必然还藏着。在这之后，宋墨派人绑了丁谓，而窦昭在去接安素出狱时也被劫持。两拨人马都朝着河岸边的船舱赶。面对着宋墨的逼供，丁谓谎称是自己为了公报私仇才杀了定国公，可宋墨根本不相信。最终丁谓咬断舌头拒绝回答，而窦昭也被卫队总管挟持进入，想要交换人质。放下弓箭，否则你这心尖上的女子就要被你害死了。窦昭最害怕的是弓箭，因为上一世宋墨为了救他中了一箭，可如今却是宋墨朝他射出利箭。虽然射中的是挟持他的人，可此刻窦昭明显被吓坏了。对于今日的情形，窦昭告诉宋墨他在梦里见到过。就在两人交谈之际，外面传来了打斗声。当他们上到甲板之时，现场已是火光冲天。这一刻，窦昭甚至想到了前一世，或许他还是无法改变两人的命运。可事情却没有窦昭想的糟糕，因为宋墨本就有备而来，此时故意引诱敌人出现，而他的人马很快便从后面包抄。经过一轮逼问之后，丁谓一个手下即将交代真相，可汪公公却又来到。话说汪公公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他的出现就代表着圣意。汪公公接手了案子，让宋墨等人先行回去。未想就在犯人交接完毕，却全数被割喉灭口了。业已查明，定国公及其亲族奸党擅专，何族男子流放，女子放归祖宅，此即结案。看着到手的证据被尽数毁掉，宋墨愤怒到了极点，一把刀架在汪公公的身上。他不明白皇上为何要这么做，明知道定国公的死令有隐情，却又选择了早早结案。此时汪公公说了一句话，也就是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因为丁谓跟了他10几年，也如他的儿子一样，如今他虽是红人，也改变不了这一切。这一刻，宋墨对当今的朝廷早已心灰意冷。此时窦昭还在旁边亲眼目睹着一切，
他终于明白为何上一世宋墨会造反。在这之后，宋墨将身上的鸳鸯剑插在了石堆之上，这曾经是他的骄傲，因为是皇上送的，而他原本应该是下一个蒋梅孙，可此刻他却不想要了。在宋墨最无助的时候，窦昭没有离开，而且告诉他2个事实：一是如果他继续这样对抗下去，那他身边的亲人都会受牵连；另外一个，皇上整日对着戒尺说胡话，说明他对宋墨必然有愧疚，定国公断然不是他杀的。窦昭短短的几句话也点醒了宋墨，他把视线放到了庆王和太子的身上。然而定国公之死，加上宋墨被贬职，定国君的一众兄弟都想要起兵造反，不得已宋墨连夜赶往涪亭，稳住了军心。在这之后，宋墨将追随的弟兄改为暗卫，打算韬光养晦，以备燎原之力。定国军53000兵马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当一切事情安顿完毕，季勇便想好了要去辽东，他打算投靠庆王，因为庆王比太子更加得到皇上的恩宠。季勇的话让窦昭想起了《昭示录》的记载，话说庆王有一个十分厉害的谋士，或许就是季勇。为了改变命运的走向，窦昭还是想要劝说季勇3思而后行，可也并未能说动对方。临别前，他们一起在路边吃起了甜品。也在这一刻，2人俨然就像一对情侣。凑近看，发现你长得也不丑。对于窦昭来讲，季勇更像是他的知己，而并非他的爱侣。就在2人吃着甜品之际，窦昭的父亲和武伯来到了。在窦氏书看来，窦昭这是丢人丢到涪亭来了。话说他们为何突然来到涪亭？这一切都是王映雪的策划。一方面私自签下了窦昭和魏廷瑜的婚约，另一方面故意告知窦昭私自前去了涪亭的消息。当窦昭得知祖母病重的消息，他顾不及等待，就提出了连夜返回田庄。当晚，一行人等本打算在乌镇投宿，但窦昭着急赶路，所以来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。就在窦氏书埋怨之际，前方突然来了一伙官兵，殷勤地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饭菜，更是在次日赶路途中假扮成雷锋，做好事不留名，替他们推车。来人呐，你们打劫！各位，这是……我们是附近的雷锋，我们向来做好事不留名。窦昭知道，这点点滴滴的一切都是定国君所为，也在宋墨不现身的护送下，窦昭一行人等安然回到了田庄。看着窦昭安然回到，祖母哭得像个小孩一样。当他得知王映雪已经签订了婚书，气得当场就要去窦府对峙，可窦昭还是拦下他。他知道该来的终究会来，与其这样子逃避，不如选择去面对。恰巧今天就是祖母的生日，可此刻时辰也将要过去。也在这时，外面适时地响起了动听的音乐，这也让祖母误以为是窦昭特意安排的，心里满是慰藉。窦昭虽然没有挑明，可他知道一定是宋墨。也在这个晚上，宋墨翻进了田庄，2人就着九重子谈论起了人生。宋墨也将船上射掉的耳环还给了窦昭。需要帮助的话，尽管差人找我。在安顿完祖母之后，窦昭毅然返回了京城。他想直面自己的人生。对于嫁给魏廷瑜之事，窦昭全然不提；对于王映雪的态度也是一改常态的好，更是主动接下了罚抄45经之事。也正因为这次罚抄，各方人马都出来帮忙了，有窦明的字迹，也有季勇的字迹，就连宋墨的字迹也有。纷纷扰扰中，几个人的命运早已牵连到了一起。然而时运不济，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宋墨却突然失踪了。此时窦昭从《昭示录》中查到，这一年宋墨弑父杀弟，这也让窦昭很是好奇。明明定国公这个坎宋墨已经走过去，为何后来又突然性情大变？于是他开始安排事业关注宋府。原来就在宋墨前往辽东的时间里，他的母亲突然身亡。当宋墨回到之时，就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上，自己却背负了通奸的罪名。在一顿家法过后，宋墨仅剩半条命。迷糊之中，他看到了自己的母亲，母亲依旧健在，似乎不曾远去。可他撑开眼之时，却看到了窦昭。原来窦昭得知宋府之事后，便连夜安排陈师爷去找陆征和陆明，让他们想办法救出宋墨。也在混乱中，为了守住大门，让众人离开，陆征被砍死在其中。陆明，快走，哥！照顾好世子。非亲非故之人，生命救我。有时候亲人还不如一个陌生人。此刻宋墨就深刻体会到这点。先是窦昭这个非亲非故之人，
拼了命的想要救自己，再是陆征和陆明，宁可牺牲性命也要保护自己。也在这一刻，宋墨从字迹上认出了窦昭就是当年的面具女孩，奈何窦昭的耳根却没有梅花印记，这也让他莫名的失落。加上如今的前线已经不容他再寻死儿女情长，于是不顾窦昭的劝阻，即将杀回宋府。直到出发前的那一刻，宋墨这才发现，原来窦昭一直在用胭脂掩盖他耳根的印记。我若不死，定会回来找你。这一夜，500暗卫围住了英国公府，伴随着大门的打开，整个黑夜浸泡在红血与白布之中。宋墨带领着500定国军一路斩杀，很快便逼近了祠堂大门外。面对着宋家大伯父等一众族中前辈，严将军直接放出了狠话，因为宋墨已经交代，今晚谁敢出来，谁就得死。他们要杀的是想要他们死的人，只有乖乖待在祠堂之中才有活命。你要把英国公府当成什么地方了？就在府内的柴房之中，宋墨找到了先前被困的弟兄，陆征就在里面，因为伤势过重，没能说上几句便撒手人寰了。带着无尽的愤怒，宋墨带人围住了内院，也从弟弟那里他得知了母亲生前的一些事情，但为何会突然死去却未有定数。此时宋府仍旧不知悔改，这也让宋墨仅存的一丝亲情也已泯灭。伴随着12孝道花灯的砍碎，两人之间的父子关系一刀两断。按照宋墨的约定，次日宋府便开始送丧。一路走好，一路走好。不久之后，皇宫传来了庆王的急谏，力争国进犯边境。对于打还是不打，朝廷之中分成了两派，其中乌阁老一派为主战派，而窦氏书一派为求和派。只可惜皇上偏偏倾向于求和，因为近来几年连年旱涝，如今国库空虚，很难支撑起对力争的战争。当晚窦府之中，窦氏书和王应雪开始出来作妖了。先是王应雪利用仙人跳逃出血衣之事，再由窦氏书派人传话给乌公子，为了不让窦昭乱跑，窦氏书更是命人打烂他的脚底。当乌公子赶到之时，他心碎不已，更是亲口承认血衣就是自己的，而这也正中了窦氏书的阴谋。首府仗势欺人，纵容嫡孙私闯内宅，引诱窦家以婚配嫡女，这事我做不了主，还是请圣天府做主吧。窦氏书巴不得乌家的人死绝，此时乌公子自己送上门，他又怎肯放过这样的机会？当宋墨得知乌公子入狱的消息，二话不说便想要去交换人质，因为那件血衣是他的。窦昭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，一方面他用近乎祈求的话语让武伯放过乌公子，另一方面窦昭不顾脚底的疼痛，硬是半路拦下了宋墨。人潮整散去，痴心已粉碎，这类故事仍然望有着繼續，緣分在這裏，盼望能再追，不知不覺生冷空虛。經歷重重挫折之後，宋墨和窦昭再次相遇，也在一頓羞澀的輸出之後，兩人談回了正題。話說如今的情形，明面上看是竇烏兩家的事，實際卻是力爭國之事，也就是打或者不打。按照往時，窦氏書是不敢如此聲張的，可這一次他猜到了皇上的心思，於是也就不再顧忌。既然牌局已經很明了，宋墨在次日便陪同烏閣老前往皇宮，為了救回自己的孫子，烏閣老主動申請退位，同時不再主張抵抗力爭國。今朝德言堂便憑遼東戰舉，方大徹大悟，此戰打不得呀！伴隨着烏閣老的告退，這也是他最後一次護着自己的孫子。這一天，竇昭在父親的帶領下來到了聖天府。對於烏公子，他只有滿心的愧疚，畢竟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他而起的。可烏公子卻又格外的豁達，如今他已看淡生死，死之前還能見到竇昭，他已經很滿足了。就這樣，伴隨着時辰的來到，烏公子的人頭也即將落地。陛下有旨。最終，夜會外南岸以烏閣老讓位，烏公子被罰去修元佑宮，竇氏書赴遼東彈劾而告終。就在烏公子前往元佑宮的路上，竇昭再一次出現，這也是他們的第7次相遇。話說烏公子的愛是很單純的，純淨的像長白山的礦泉水，清澈無瑕。烏公子，
知县。伴随着乌公子的离开，宋墨正式进入了窦昭的世界，同时开启了他漫长的追妻之路。在这之后的第4个月，京城皇家迎来了1年1度的狩猎季节。按照以往惯例，男子以狩猎定出高下，女子则以美食决输赢。为了让自己的女儿窦明夺魁，王映雪也是费尽心思，暗中就私信让魏廷珍帮忙作弊。未曾想，窦家姐妹俩却遇上了劲敌，窦明更是被人撞掉菜品而错失了比赛资格。为了替窦明出气，窦昭使出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招数。我的鹅，杨六小姐落选。就这样，窦昭以明显的优势即将夺魁，可魏廷珍却又从中作梗，想借窦昭博采之势除掉他的夺魁之名。好在这时长公主出来说话了：“这围猎博戏，本宫也玩了玩，难道本宫还折辱了你们？”就在这一天，宋墨也在狩猎中夺魁。你所猎之物正合朕意，朕免了你的小气，即可就任精卫指挥统治。谢陛下。宋墨一改常态，恢复了平静，也从他的身上，皇上看到了蒋梅孙的影子。此刻更是封他为金吾卫总指挥使，相当于京城禁卫军统领。恰好在这时，汪公公传来了窦氏书从辽东返回的消息。就这样，宋墨被叫上一起前往会谈，而窦昭作为归义花魁，也被长公主一并叫了去。就在帐篷之中，太子和一众内阁大臣还在讨论着是否开放马市之事。大伙都知道，丽珍国是不会就此收手的。一旦开放马市，将来就很难收场。但归结到底还是因为粮食的事。如果粮草充足，又何必一再退让？对于粮草之事，太子也是摇头，不知何解。这是长公主主动将窦昭引荐。这些年，窦昭在田庄城北一带生意做得很大，他们也想听下他的生意经。也在这一次觐见当中，窦昭向众人展示了一种西洋的番薯，也就是土豆，只要数月时间便可快速补充粮草。吃了一种罕见的西洋薯物，名曰土豆。此物吃起来像是面点，2、3个管饱。对于窦昭此次献计，皇上十分满意。看在他与宋墨郎才女貌，便想要许配。奈何窦氏书抢先发言，声称窦昭已有婚配。也正因为窦大叔的一番话，让宋墨的追妻旅途被莫名的拉长了几集。当众人散去之后，3对情侣却纷纷碰了头。首先是长公主，原来她与窦氏书年轻时候还有过故事。我本还想与你再抽一杆兰花眼。长公主不在的这段时日里，臣已戒了此癖。其次是窦明和魏廷瑜。话说自打上一次窦府相遇后，两人早已心悦于对方，只是碍于亲人的阻挠，这才一直不敢相认。如今狩猎比赛早已结束，可树林之中魏廷瑜还是毫无所获。也在这一刻，两人有了第一次独处的机会。真的好可爱。最后重头戏当然是窦昭和宋墨。就在找寻妹妹的途中，窦昭险些中箭，这也让他不免担心前世的一切。在这之后，他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宋墨，他以为这样才能让两人安好。可恰恰因为窦昭的疏远，愈发让宋墨难受，怄气之余夜夜去找戏子唱戏，更是在半路拦下窦昭。奈何这一幕恰巧被魏廷瑜碰上，于是也就有了魏廷瑜英雄救美的一幕。你做什么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堂堂世子，竟然欺负一个弱女子！在这之后，王映雪开始加快窦昭与魏廷瑜订婚之事。可窦昭也不是吃素的，既然这次回了窦府，他就想好了对策。于是，一场惊心的对决即将开始。问急的是，魏廷珍说长姐为母，代劳便是。知会陈先生和素兰，动手。若你想拒婚，随时随地和我说，我有的是速战速决的法子。季勇口中的法子，就是将窦明骗至魏廷瑜的房中，以此促成两人之间的桃花源。也正因为季勇的这个骚操作，窦明和魏廷瑜私定了终生。结法为师，并不相符。就在季勇以为大功告成之际，却被迎面赶来的宋墨反手一巴掌，随后更是将魏廷瑜押回了济宁侯府。用他的话说，虽然他100个不想让魏廷瑜娶窦昭，但是他也不能让窦昭未过门就头顶绿帽。也在这一刻，魏廷瑜勇敢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诉求。你这是……姐，我不能娶窦昭了，请姐允许我改娶窦明。
王映雪，你这个毒妇，真是赖上我们魏家了。此时的窦府之中，王映雪为了断绝窦明的念想，安排奶娘将窦明带到了寺庙外，打算让他在寺庙中住些时日，等窦昭的婚礼过后再回府上。未想窦明却一改常态的叛逆起来，在他看来，当了这么多年的乖乖女，唯独这一次，他不想再妥协了。气不过的王映雪当场就给了他一巴掌。我辛辛苦苦养育了你10几年，那魏廷宇几句花言巧语就让你冲昏了头。我在最后告诉你一句，这辈子唯一能护你周全的，就是男人的前途，还有钱。不可否认，王映雪说的是对的，只可惜窦明还是太年轻，终有一天，他也将为今日的决定付出代价。在这之后，王映雪为了加快促成窦昭和魏廷瑜的婚姻，3番5次的找上魏廷珍，更是以窦昭的嫁妆为诱饵，这才说服魏廷珍答应两人的婚姻。当窦明得知魏廷瑜要和姐姐成亲的消息，绝望之余，他服下了毒药。看着奄奄一息的窦明，王映雪第一次心软了。也在这一刻，她终于放下了自己的坚持。既然窦明喜欢，那就随了他的愿。窦明服毒的事很快也传到了窦昭的耳朵里。对于窦明，他还是不忍心让妹妹嫁入窦府，因为魏廷瑜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生之人。在这之后第3天，窦昭和魏廷瑜的婚礼还是在两家的操持之下进行了。可窦明却带着点心来到了闺房之中，想要说服姐姐进行代嫁。见窦明用情至深，窦昭也就随了他的愿。可在下手之时，才发现盘子是实心的。伴随着窦昭的昏睡，窦明顺理成章变成了新娘。此时不明真相的宋墨却闯进了婚礼现场。且慢！也从新娘着手的细节上，宋墨笃定这不是窦昭。此时还在一旁观看的季勇一把将宋墨推上了花轿，生怕他破坏了这出好戏。就这样，一场代驾之戏顺利到了晚上。不出意料的，济宁侯府中，魏廷瑜和窦明男欢女爱洞房花烛夜了。可窦府之中，窦世英却被窦墨吓了一跳。爹，我伯父。窦昭，七弟。这个晚上，面对着王映雪咄咄逼人的架势，软弱了一辈子的窦世英终于爆发了。不好，够了！她是我女儿，不是你女儿。要交代，也是我窦世英去向他们魏家交代，不劳我哥操这份心。窦世英软弱了一辈子，不仅目睹自己的老婆上吊致死，就连自己的女儿一再被伤害，也不曾说上过一句狠话。他在窦昭的心中就像个空气一样的存在。然而就在刚刚，窦世英就像进了空气炸锅一样，整个人都燃爆了，硬是将整个窦府欺负窦昭的人对了一遍。随后更是将窦昭带出了大厅，回到古秋生前的那棵大树下。用他的话说，他这次是真的酒醒了，而且不会再醉了。对，爹这次酒醒了，以后也不会再醉了。看着父亲转身离去的背影，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弥漫着窦昭的心。或许父爱从未离开，只是不习惯摆出来罢了。刚料理完府上之事，窦昭却又开始担心起来。虽然窦府这边算是过去了，可明日又该如何面对济宁侯府？就在窦昭发呆之际，宋墨却找上了门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就表白了：我娶你，嫁给我吧！我绝不是一时发昏，我比任何时候都认真。我不喜欢你，所以无法嫁给你。你撒谎，我没有。我从你眼中看到的不是这样。窦昭忘了，宋墨可是审讯专家，有测谎的能力。此刻，他违心的话语一击即破，只能起身消除尴尬。其实窦昭并不是不想嫁，只是他害怕因为两人的纠缠会让前世的一切重演。对于窦昭的担心，宋墨进行了开导。毕竟一切事在人为，恰巧这一天，窦昭耳根的梅花印记莫名的消失了。可即便如此，窦昭还是没有下定决心。也在这一刻，宋墨拿出了皇上给的令牌，这是他为窦昭求的。只要令牌在，以后就没有人能左右窦昭的亲事。他的婚姻他做主。日后要再有人逼你一起，别拿出这个，你有权选择，有权拒绝任何人。次日，
魏廷珍上门兴师问罪来了。不过说到底都是为了钱。平日里，魏廷珍和王映雪看上去像是同穿一个裤腰带，可真要谈到钱的时候，两人又开始互相算计起来。看着一向懦弱的魏廷瑜，如今也肯为了窦明出来承担责任。王映雪似乎又看到了过去的自己，这辈子她是不指望什么情爱了，只希望自己的女儿能获得幸福。于是她拉着魏廷珍进入内屋，谈起了印子钱之事。只要魏廷珍同意为窦明的婚姻洗白，便可以拿到印子钱5成利息。至于印子钱是什么，可以理解为高利贷。王映雪正是利用窦家的权势发放高利贷，同时勾结苍北帮进行催债。搞定了魏廷珍之后，窦明和魏廷瑜来到了窦昭门前，请求窦昭原谅他们的自作主张。透过门缝，窦昭心里有了些许安慰，或许他们两人才是上天安排的一对。或许他们确实有命定之缘。在这之后，窦府来了很多求亲的人，都想要占窦昭这块大肥肉。冷静，冷静啊，诸位！四小姐没人要，我愿意去，这叫雪中送炭嘛！你胡闹什么？开手就火呀，老爷！代驾的事情一传出，整个窦府一下子挤满了人。正如海昌伯说的那样，他们都想着占这个大便宜，奈何都被窦诗英一一拒绝了。对于不知廉耻的海昌伯，更是被扫地出门。也正因为窦诗英此次出手，也让对方怀恨在心。就在他下朝回家的途中，被人恶意丢出了炮仗。话说宋墨自打上次求婚之后，这些天一直未现身。如今窦诗英被人捉弄，他第一时间出来救助，很明显就是想要讨好自己的岳父。自此，宋墨的追妻旅程加快了步伐。一方面不仅投岳父所好置办书籍，另一方面利用练兵之机派人送豆腐花，这也让崔祖母看在了眼里。有了祖母的支持之后，窦昭也开始慢慢动心了。这一天，宋墨顺着炮仗的线索查到了郊外，原来海昌伯一直在暗中制作火药，有谋反之嫌，也在查封炮竹厂之际发生了意外。看着突起的烟火，一种不祥的预感闪过窦昭的脑海，于是他不顾一切地向着郊外跑。当得知宋墨还在房子中，他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。围起来吧！宋墨，我喜欢你。当两人互诉心意之后，便开始共同谋划婚事之事。首先是宋墨的父亲，也就是英国公宋宜春。宋墨和他一向不对付，可是想要嫁入英国公府，还是要得到长辈的认可。于是两人故意将婚事之事传进府中，更是在宋宜春派人查探之时丑化窦昭，让宋宜春坚信窦昭就是一个悍妇、罪妇，还是一个喂不饱的白眼狼。百里谁人不知，祖母一手把他养大，奈何他就是个喂饱了的白眼狼。至于窦父这边，宋墨开始有意无意地投其所好，不仅显示出与窦诗英有共同的爱好，还将皇帝送的美酒送给了他。得知窦诗英喜欢舞文弄墨，宋墨更是不惜将自己的砚台相送。就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前一夜，季勇却突然找上了窦昭，表明了自己的心意。在他看来，他们两个人打小在一起长大，都相互了解，不如就组成一对吧。对于季勇，窦昭更多的是把他当成了知己，而非爱侣。他不知道季勇是否还记得前世之事，总之他们是不合适的。就在次日大早，宋宜春便带人上门提亲了。英国公也算是将门世家，窦府自然也就答应了这事。就这样，窦昭和宋墨的婚姻被敲定。恭喜世子一朝制敌，恭喜四小姐旗开得胜。伴随着婚约的定下，府里上上下下开始忙活起来。也在这一天，祖母找上了窦昭，并将自己多年的积蓄交给了他。在他看来，这就是女人说话的底气，同时也告诉窦昭，男人不是唯一的出路。如果将来过得不开心，随时都可以回来。可就在谈及手镯之时，这才发现古秋留下的手镯缺了一只。这一夜，整个田庄之人都在寻找另外一只手镯。凑巧的是，季勇也在这时候出现了。不如我送你点实际的，如若你以后腻了、毁了，或者受欺负了，可以随时其他来找我，保证宋墨追不上你。受雇。单论泡妞这件事，季勇是远远比不上宋墨的。看着宋墨蒙眼出现的那一刻，
窦昭心里乐开了花。如今两人的婚期在即，可窦昭心里还是空空的。如今明面上是在找另外一只手镯，实际是窦昭为了求一个心安。就在这个晚上，陆明带人捉住了一个贼人，未想竟是窦昭多年未见的舅舅。得知窦昭将要成亲之事，舅舅特意请假过来，未想刚靠近田庄就被人捉了，还挨了一顿打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父亲和祖母，窦昭最亲的亲人就是舅舅了。原本舅舅并不看好她嫁给宋墨，毕竟将门世家的争权夺位不适合寻常百姓家。可在窦昭的解说下，舅舅还是认可了这场婚姻。这天夜里，陈千户来到了田庄，送来了一组破碎的手镯。也在这一刻，表姐和陈千户不打不相识。你为何要袭击我？这话该我问你吧。你是何人？我是赵章如，窦昭的表姐。原来是赵家小姐。既是如此，有劳赵小姐把此物转交给新婚夫妇，就说是陈家送的。当陆明看到物品的那一刻，一下子明白了过来。就这样，宋墨一夜未眠抢修手镯，在第二天接亲之前将手镯送到窦昭手里。他不想窦昭留下任何遗憾。当一切准备就绪，默默和昭昭的婚礼开始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殷国公长子与窦氏四女喜成佳偶，正宫圣乐，分赐宋窦二府。入洞房。也在这一天，表妹苗素安第一次来到了英国公府，也第一次遇上宋墨的弟弟，也就是宋汉。自打接过手帕的那一刻，苗素安一生的命运也将改变。话说回来，宋墨和窦昭的婚礼原本暗藏玄机，王映雪一再从中作梗，来信怂恿宋宜春给窦昭下马威。好在有长公主和太子的到来，一切才顺利完成。这一夜，小两口子原本打算吃点宵夜就洞房花烛，未曾想饮酒过度的表姐却突然到来。老婆，表姐，你们真的在这儿？明姐儿，把汤端过来吧。还不快点儿！这些都是儿媳妇该做的。俗话说得好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如今窦明就深刻体会到这点。话说窦家姐妹俩都嫁入了豪门世家，可两人的命运却又截然不同。我们先来看下窦昭。就在新婚后的第二天，公公宋宜春伙同大伯二伯一家子人就在大厅之中，想要给窦昭这个新媳妇下马威。面对一向疏远的叔伯，宋墨压根不想搭理他们，包括自己的父亲。在他眼中，就是因为宋宜春，他的母亲才会死。有了宋墨的袒护，窦昭在英国公府的第一面也算顺利度过。加上得知窦昭的嫁妆有7万两之多，几个伯母也只能悄不作声，毕竟他们连见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你是说这7万两只是分红？这2箱便是公侯之家10年的缴用呢。别大惊小怪，被人看了笑话。相比窦昭，窦明可就没那么好过，因为没有丰厚的嫁妆，加上是待嫁过来的，魏廷珍一再以此刁难他。虽然魏廷宇也出来帮着说话，可在魏廷珍眼里，没有钱那都是一文不值，更是怂恿他回家找钱贴补家用。就在窦明回家之际，恰巧遇上了窦昭给娘家回礼。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这一幕更是将他推上了风口浪尖。当初命都不要，非要嫁过去，现如今受了委屈又不敢说了，真是个没用的窝囊废。窦明没有想到，自己在婆家被说也就罢了，如今连自己的母亲也这番数落。看着郁郁寡欢的妹妹，窦昭原本想给她传授理财经，未想王映雪却一把拉走了窦明。我不会让明儿缺了钱去的，过几日让他外祖给侯爷安排个实缺，就更不必为这些俗务琐事而分心了。王映雪本已经没有什么钱，为了给窦明填补家用，她不惜挪用了印子钱。殊不知已经得罪了苍北帮，这也为后面的挟持做了铺垫。为了能让自己的女儿过得好一点，王映雪更是找了自己的父亲，替魏廷瑜谋了兵马司的官职。窦明原本以为只要丈夫有了工作，以后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，可魏廷瑜却又让她失望了。
用句话说，魏廷瑜就是一个没本事却又好面子的人。对于这走后门拿到的官职，说什么他也不肯去，而是选择前往辽东去服役。侯爷，这官职是我娘求了外祖好几日才求来的。您啊，你难道不了解我吗？侯爷，看着魏廷瑜离开的那一刻，窦明或许已经后悔，可事情并未就此好转，因为魏廷瑜不任职，魏廷珍便将所有的矛头都对到了窦明身上，不仅让他端热水杯，更是罚他站军姿。也因为过度的折磨，这一天窦明流产了。我这把戒尺可等着呢。夫人，你看。为了将责任往外推，魏廷珍直接恶人先告状，声称是窦明故意隐瞒，想要毁掉魏家的子嗣。可他的话很快就被打脸了。当窦昭得知妹妹流产之事，他也马不停蹄地赶回，三言两语就将魏廷珍对得哑口无言。可因为担心印子前事情败露，王映雪也没敢声张，转而斥责起窦昭来。不得不说，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这所有的一切，都与你脱不了干系。我第一次，没关系。新婚燕尔，宋墨和窦昭每日甜甜蜜蜜，变着花样四处撒狗粮。可窦明却是悲惨一生。对于自己女儿今日的遭遇，王映雪将全部的罪责加到了窦昭身上。对于王映雪的以怨报德，窦昭很是无语。在这之后，窦昭前来看望窦明。如今发生这样的事，窦昭劝说窦明离婚。看着眼前的和离书，窦明悔不当初。此时魏廷瑜也已回到，还是宋墨托人到处去找，才将他带回。也在魏廷瑜的苦苦哀求下，窦明最终还是选择原谅了他。另外一边，宋一春后知后觉，直到这时才发现，原来窦昭并不是之前打听的那样。原本他只想给宋墨娶个败家婆娘，好让宋墨心力憔悴，无心应付其他。未曾想，一切竟都反过来了。就在他派人再次打探之时，这才恍然大悟。你听错了，那王氏才是悍妇白眼狼。窦家四小姐幼承庭训，代父尽孝，四里八乡都知道。这一天，英国公府的马夫突然找上了宋墨。原本他的妻子栖霞曾是宋墨母亲的丫鬟，之前得知是因为疾病才返回乡下，如今看来另有蹊跷。当宋墨和窦昭赶到别院之时，栖霞一直疯疯癫癫，对于丈夫端上的药物，她一口不吃，似乎被某种刺激知道药物里面有毒。经过一顿分析之后，季勇断定是2种本来无毒的药物混到了一起吃，才导致宋墨母亲中毒。鸡甘草微煮出甜味，若每日吃它，活不过1个月。为了帮助栖霞治疗，窦昭打算将人带回仪治堂。当宋宜春得知栖霞回来的消息，他惊恐万分，生怕宋墨继续侦查下去。于是当天晚上，宋宜春去见了几个神秘人物，也就是传说中的上尉。对于如今的情形，他们另有对策。原来就在白日，王映雪在返回窦府之时被苍北帮劫持，只因为他先前挪用了印子钱，笃定了对方只为财不害命。王映雪开始强硬起来，更是怂恿一众匪徒前去抢劫仪治堂，也就是窦昭的家。如今几人正是看中了这点，想要趁着宋墨护送皇上外出静养之际，除掉窦昭。宋墨身为军无畏指挥使，定会前往。他若回府救妻，就是欺君罔上；若不回，就救不了他夫人。话说宋宜春虽然对宋墨无比冷漠，可对宋汉却是疼爱有加，特意叮嘱他晚上不要外出。与此同时，王映雪命人偷来了兵马司的令牌，开始在佛堂之中祭拜起来。今夜他要让窦昭死无葬身之地。霎时间，似乎所有的一切都顺着王映雪计划的方向发展。先是北城失火，窦昭的店面就在那一带。为了不殃及百姓，窦昭将原本保护仪治堂的人马派去灭火，仅留下几个人护院。此时的城门外，苍北帮一众匪徒冲破了城门，正朝着英国公府杀来。此时正在静安寺的宋墨看到了火情，知道城中发生了变故，可皇后却阻断了他的去路，擅自离开可是杀头之罪。与此同时，苍北帮已然来到府门外，尽管窦昭命人顶住了门，可很快匪徒还是进来了。因为宋宜春的人偷偷开了西门，似乎所有的人都想要置他们于死地。房子浇了水，火一时半会儿怕是点不着啊！夫人，匪徒人数还不少。没事吧？你个废物，怎么不早说有我中啊？夫人上。这什么府院，竟然私藏了5只火虫！在火冲的加持下，窦昭在主屋之中勉强与苍北帮僵持住。此时季勇也带人杀到，清除了门外的部分匪徒，
另外一边，看到主屋莫名起火，原本在城北的严将军也带人往回杀，霎时间苍北帮落荒而逃。混乱之中，宋墨也已回到。看到宋墨的那一刻，窦昭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。他害怕前世的一切会重演。此时季勇来到了窗外，看着小两口子抱在了一起，他的嘴角露出清淡的笑意，随后离开了。在一顿寒暄过后，窦昭又开始担心起来，毕竟私自回城可是要杀头的。原来宋墨让陆明冒名顶替，自己则召集了定国军就不杀回，也就是他们先前盟誓的500余人。这些人一直潜伏在京城之中，不到危急时刻不现身。就在宋墨返回寺庙之际，无意中发现府上的仆人很面生，于是转身又除掉了几人。首座，审一审，是山匪还是下贼？此时的济宁侯府之中，窦明无意中得知令牌被偷之事，担心会牵连到魏廷瑜，于是他连夜驾车外出。此时的佛堂之中，王映雪得知今夜进了几百个匪徒，这等同于谋反，担心事情败露，他竟命人杀掉了跟随自己数十年的嬷嬷。此时的醉香楼外，窦明一路小跑，想将令牌之事告诉丈夫，未想却被折返回来的苍北帮发现，也因为窦明的一巴掌，将他送上了黄泉路。无债于偿，要怪就怪你的好母亲。一边是死不瞑目的妻子，一边是歌舞升平的丈夫，所有的一切无不讽刺至极。窦明到死都没有想明白，他这一生到底做错在哪里。直到窦昭的弓箭射出，兵马司的几个领头这才醒悟过来，原来王映雪偷了魏廷瑜的令牌，将匪徒放入城中，守城的几个卫兵又不敢声张，才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后果。此时的静安寺外，王阁开始查探，想捉宋墨擅离职守的罪，未想进坐之人竟然是宋墨。当晚得知匪徒入城之事，皇上大怒，命令宋墨彻查此事。与此同时，窦氏书见事情败露，想让王映雪去认罪，未想王映雪怒火中烧，认定自己为窦家贡献了一辈子，就算死也要拉着窦家去陪葬。疯了！你们现在要逼死我！我为什么不能拉你们去陪葬？